广州啊，泰国也跟中国一样搞12生肖了，龙年、蛇年、兔年，对吧？拿一根签插上20泰铢，对吧？这也算许个愿了。哎，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今年是元旦的第一天，1月1号啊。这个按照不管是中国人的习俗还是泰国人的习俗，中国人要爬山嘛，登高望远嘛，对吧？在芭提雅大家也知道，就这么一座破爬山，对吧？高也就这么点高。然后呢，泰国人是需要到这里来一个类似于一个跪拜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然后我们也就顺应着潮流，反正都要来嘛，对吧？就干脆到了帕山那个最上面那个大佛啊，我也第一次来，我好好说，在芭提雅2年了快。我真的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啊，然后今天的话嘛，有几个朋友也要来，然后我说，哎，那我也跟着来啊，看看到底怎么个搞法，对不对？因为我估计他们身边这几个太妹要来，所以说他们也都跟着来，反正大家没事干嘛，对不对？反正这个点没事干，就来见见世面。哦，这是100铢能买一套东西。หนูหมายถึง2 ชุดอะไร2 ชุดอันนี้ของคุณยายของหนูชุด啊，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件衣服还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袈裟布啊。อันนี้ไม่ต้องใส่ซองใส่ตู้ได้เลย然后那边ใช่อันนี้คือ花การบูชาครับการถวายคือต่างหาก哦，这个也是100%哦，这个是给寺庙给僧人的，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反正它里面这个东西之前给大家介绍过，里面什么都有，罐头啊，什么火柴吧，这是啊。然后就是各种的什么洗马桶的啊、刷子呀、反正什么都有。这个在泰国超市也是一桶桶那么卖的，包括这个燕窝、水、佛，这也是一套一套的。这个应该是给游客带回啊，也是供奉的。哎，反正很奇怪，什么手电筒啊、马桶刷呀、擦碗布呀，这反正这种稀奇古怪什么东西都有，洗洁精啊、洗衣粉啊、大米啊、矿泉水啊，反正只要想得到生活用品都可以。因为这里和尚是化缘的，你知道吧？就是，他们不要钱，他们什么东西都化缘。然后比如说今天早上他们去化缘，化到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呢，比如说大家捐赠什么，他们就用什么，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这里的和尚或者说跟我们中国的好像不大一样，对吧？然后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习惯，基本上就是属于就是过来朝奉的人给什么，然后就用什么。好，他们东西买完了以后，就到这里来先三炷清香。哎，三炷清香这个东西跟我们国内倒真的是一样的啊。然后先我也不认识他谁啊？我不认识啊，反正就差不多就这么一个佛，对吧？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释迦摩尼啊？反正这个东西都从印度教传过来，好像差不多的，我不大懂啊，小胖瞎说的啊。如果懂的大家可以更正一下我。哎，沿着上面来看看这个大佛啊，这个好好说，我算一个不称职的芭提雅的主播，竟然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来过没有，反正我是第一次来。广州啊，泰国也跟中国一样搞12生肖了，龙年、蛇年、兔年，对吧？拿一根签插上20泰铢。对吧？这也算许个愿了。其实好好说啊，泰国除了什么四面佛啊，或者比其他的一些什么善家财这种，我可能都认识啊。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长得差不多。这个佛应该释迦摩尼吧，对吧？这么大的那么大的好像就没有其他的。啊，这边应该是2个什么夜叉还是鬼王啊？啊，然后那边是也不知道啥，这个是卧佛吧，好像。就上来转一圈，然后看看泰国人对吧？过年新年是怎么样的？反正对于中国人来说嘛，我走到那边登高望远，对吧？我们去看看啊，看看这是帕山上应该能俯瞰到整个帕山，看看，还好这个地方不用跟那个叫什么清迈的什么柴迪龙寺这样要爬山，双龙寺要爬山，对吧？柴迪龙寺不用爬，双龙寺要爬山。就能俯瞰到整个芭提雅，虽然说不高啊，至少也算登高望远了吧，这也算芭提雅最高点了吧。实在再高，只有到中心海44楼的泳池了，这才是最高的，要不然后爬了58楼啊，登高望远完成就行。啊，回到公寓了，把今天视频做完。然后呢，给大家讲一下那个上海老人的后续吧。这个其实整个事情知道了以后啊，也蛮
蛮纠结的，你知道吧？我给大家捋一下这个线啊。就当天晚上我们发现有这么个老人，因为老人声带不好，他讲话是用假声的，不像我现在说话是用真声，他是啊小胖，他是这样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我们听得很困难。然后呢，物业这里也沟通很困难，物业经理叫上我了，因为他上海人嘛，所以他讲上海话呢，基本上我杭州人也听得懂啊，我也算半个上海人，我也听得懂。然后呢，就跟他一直沟通，沟通来了以后呢，说手机丢了怎么样啊，说什么租房合同被人家他没看清楚啊，或者他不懂啊，说起来被人骗了或怎么样啊。那回头呢，这个事情呢，当天晚上我们就这么应付了一晚，然后我也发了寻人启事，然后第二天呢，我们把整个事情捋了一下，也找到了他租房的中介，把整一个过程了解了一下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早那个老人可能没地方住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看了他护照，他护照不停都是老挝签证跟泰国签证，在中间不停的跑签的。然后呢，他在泰国其实满打满算快3年了。那我前面问他这2年在哪里，他都住在曼谷，然后住在曼谷的酒店，那也不知道谁给他搞的。哎，老人也非常厉害，脑子思路也非常清楚。老人之前是做老师的，然后到了芭提雅以后住到中心海来，住到中心海来以后呢，听中介说，哪中介我不说了，听中介说他是希尔顿的前厅经理，把人送到中介那边去，说看他可怜才帮忙租的，一开始也拒绝给他租的。反正这个中介我知道是谁啊。然后呢，租下来以后呢，他是11月13号租的房子，然后呢，到10几号的时候没有付房租，他就去老挝了，去老挝跑签了。然后呢，去老挝跑签以后呢，然后中间没有交房租，嘛，那么按照违约来说嘛，那房东肯定给他赶出来了嘛。当他再回到这里的时候，他是怎么回的？他是先从泰国去老挝走了摩丁摩憨口岸去到昆明再坐飞机到了曼机场再坐大巴到芭提雅，到了芭提雅再坐双条回到中心海。这好说。我觉得正常的我们的屏幕前的观众都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小胖可能也勉强才能走这个线路啊。这个老人80岁了，是独立完成的。那我也听说有老挝的主播帮他怎么样，这我不知道。那么回来以后，那么碰到这么个情况，然后我们也找了大使馆，也找了移民局，找了旅游警察。当天晚上我也打了110，最终核实到了他家里人的身份，包括整一个的一个身份，联系了他家里人。家里人的回答是他不愿意回来，不是家里人不要他。我们也让他买张机票回去，老人死活不愿意回去。这个我们也看不懂了，也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迫害或者怎么样。好，那么回头因为第一天放假，老人在中心海足足睡了整整2天在大堂里，那怎么办呢？所有的住在中心海的华人给他提供水，提供食物，我觉得大家也做了能做的东西。然后呢，今天下午移民局把他接走了。那移民局过来的时候还带着中国翻译，有中国工作人员在移民局工作的，那么把他接走了。至于安置到哪儿，我们也就不清楚了。那整个故事的脉络就是到现在，不管老人是自己有问题，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还是怎么样的原因，还是真的走丢了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了。至少老人现在有个地方管他了，不用再坐在中心海大堂，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老人睡了整整2个晚上，80岁的老人啊，我们真怕他真的躺在这里，真的就一躺不起了。这个心里也蛮纠结的，心里也蛮难受的，也不清楚为什么老人死活不肯回家。反正他是跟他老婆联系上了，这个他跟他老婆联系的时候，我们视频也都有，也都听到了，反正蛮纠结的吧。那么通过这件事情也给到一个警示，或者一个什么呢，就是生活在这里的整个中心海的相对的华人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有爱心的。至少我看到的是，每一个走过路过的人都会关心问一下，不管是给水还是给食物，多多少少都出了力。甚至泰国人大家也知道，泰国人本性是比较善良，这里的前台、这里的物业经理、这里的保安都自费的去购买一些食物，给他提供一个便利，对吧？也说老人没地方住，那么先在大厅里住着，对吧？这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认为这方面大家都没有问题。至于老人，你说是怎么样的想法，到底怎么样？我是觉得家里人再劝劝吧。当然，我也劝了老人，我是跟老人这么说的，因为大家知道我小胖说话比较直接。我说，万一你真的躺在这里了，到时候你麻烦的不是一个人，不是麻烦我小胖，不是麻烦这里物业经理，是所有人都要麻烦，对吧？我说真的要出什么事，你回到国内去，不管家里面出现什么矛盾还是怎么样，那么你到了国内至少有一个协调人、社区、公安局或者怎么样。当然，可能这些东西他都经历过了，但是你说一个80岁的老人孤身一人在国外，虽然说他文化程度比较高，那我相信他的语言能力跟我沟通下来，他其实是蛮困难的。那么在这里，人家说好死
那这不是好死不如赖活了，就赖在这里干什么呢？真的就是我觉得赖在这里一点意义都没有。好吧，就我也希望认识他的人，身边认识他的朋友也都劝他，对吧？这个该回去，对吧？不管家里出现什么问题，总是在家好嘛，对不对？难道在异国他乡这个地方流亡着干嘛呢？对吧？所以说啊，所以各方面啊，就是我给大家一个警示，对吧？也希望大家对自己家的一个老人啊，好一点，多关心一下老人，对吧？然后呢，不要让老人飘亡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看着也可怜。当然，这个故事有很多可悲的地方，也有很多可气的地方啊。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人现在平平安安，有个地方能管他吃，管他住，对吧？至于后续的东西，我觉得只能看造化了。大家也都努力，大家都尽力了，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开年第一天，对吧？也不像大家那么沉重的一个包袱或者怎么样啊。拜拜，祝各位新年快乐。